红烛暖帐，新婚当夜，我却被下了药，以为进来坐轮椅的男人是我的夫君，全然不知道，他竟然是我夫君的弟弟。就在我抱着他亲吻时，不知廉耻的贱婢，我的夫君却带着老祖母一脚踢开婚房，抓到了我这个不知廉耻的新娘。我被拖到院子里，打得血都要流尽了，可是依旧无人肯相信我。直到我的夫君莫世明带着表小姐林雨嫣走到我面前。林若离，我最爱的人一直都是雨嫣，如今你与我树地私通，证据确凿，是林家先背信弃义，那就怨不得我了。说罢，莫世明带着林雨嫣转身离开，我在恨意中活活流干血而死。等再睁开眼，我竟然回到了与莫世明定亲的那天。此刻，上辈子的我正来到莫家准备定亲。羊入虎口，我必须要自救。若离，咱们莫林两家乃是世交，等你跟世明成亲之后，咱们就是真正的一家人了。祖母定待你像亲孙女一般疼爱。他虽年过70旬，眉梢处刻满了岁月的纹路，但一颦一笑之间，却依难掩刻薄的眉眼。我强忍心中翻涌的恨意，一言不发。上一世，我就是被老祖母这番虚情假意所蒙蔽，与才见过2次面的莫世明定了亲，孤身一人来到京都。在我被陷害通奸的时候，老祖母不但不管不顾，还对外声称我与莫修阳被抓奸在床，羞愤自裁，并私吞了我带来的20箱子珠宝、金银嫁妆。若离，祖母跟你说话呢？没有，就是感觉祖母亲切。甚好，等今日过了礼，你暂且先在世明院子里的耳房居住，待你们成亲，再搬进主屋。等世明继承家主之位后，你就是莫府的当家主母了。此时坐在椅子上，一脸温柔笑意的莫世明也冲我露出伪善的笑容。他站起身，走到我身旁，牵起我的手，轻声说道：阿里妹妹，你孤身一人来到京城，日后就住在我的院子里，我带你好好逛一逛京城的盛景。我看着被莫世明攥在手心的手，胃里顿时翻江倒海，一口气没缓上来，竟真的吐了他一身。只见莫世明肉眼可见的露出鄙夷和嫌弃的神色，赶紧推开我数丈，看着自己一身的呕吐物，脸色苍白的说不出话来。我猛咽着口水，急忙解释道：为了不延误过礼的日子，这几日日夜兼程赶路，有些水土不服，真是对不住了，世明哥。莫世明尴尬地笑着，却不敢再靠近我半步。老祖母的脸上也挂上明显的不悦和嫌弃，却在片刻间收起表情，换上笑脸。瞧我竟然没注意到，阿离舟车劳顿，定然也是累了。世明，赶紧带阿离回房安置吧。莫世明点着头，为我带路。我先带阿离妹妹去休息吧，也好认认我的院子在哪里，日后行走也方便些。告别老祖母，莫府的家丁抬着我带来的20箱子嫁妆，跟随莫世明去了他的东厢院内。上一世，这20箱嫁妆进入莫府后，只在东厢的院子里放置了1个晚上，第2天便消失不见。莫世明告诉我，他命人将箱子抬去了东厢后院处的库房保存，等大婚结束，再由我亲自清点。我没有怀疑，毕竟是带着诚心来联姻，嫁妆本就是为了解决莫府危机。可在那之后，我就再没有见过这20箱嫁妆。如今想来，他们定是一早就盯上了我的嫁妆。刚踏入东厢院门，林雨嫣的身影就出现在眼前。她一身淡粉色衣裙，头戴素钗，白皙的脸颊，灵动的双眼，浑身上下都是人畜无害的模样。上一世大婚那晚，我惨遭陷害，被活活打死。抢走夫君的竟然是借住在家里的表小姐。见到我，她屈膝见礼，笑意盈盈地朝我问好。早就听闻阿离姐姐才貌双全，乃是江南第一才女，如今一见，果然气势非凡，恍若天人。世明哥哥真是有福气，能与阿离姐姐这般女子共结连理。莫世明见状，向我介绍：这是雨嫣，我的远房表妹，从小就住在我家，跟我的亲妹妹一样。她住西边的耳房，阿离，你住东边那间。莫世明转而看向林雨嫣，眼神中还透着不明显的谨慎和小心。雨嫣，日后阿离嫂嫂的起居就由你操心了，你可莫要怠慢了。林雨嫣冲莫世明笑了笑：世明哥哥放心，我一定好好照顾阿离嫂嫂。我似笑非笑的咧着嘴看着这对狗男女演戏，没有着急作答。我想到了上辈子我曾经在书房撞见过2具白乎乎的肉体娇喘着苟且，我吓得连忙逃了出来。当我找到莫世明的时候，我连忙告诉了他这件事。莫世明听了我的话，脸上有些僵硬，然后他解释说是刚才发现小厮和婢女在他的书房里苟且，已经被他卖掉了，而我竟然就这么傻乎乎的信了。而这林雨嫣上辈子也是这般对我毕恭毕敬，人前奉承，人后殷勤，而我就这么信了他的纯良无害，还与他成为闺中密友。见我不说话，林雨嫣好奇地抬着眼看我，轻声问道：姐姐，你怎么不说话呀？我猛地回过神，假意笑着说道：没有，看你这模样，我想起了家人，我的妹妹也跟你差不多年纪。
林雨嫣顿时扬起灿烂的笑容，主动挽起我的胳膊，拉我进东边那间耳房，帮我收拾细软。阿离姐姐，这是我亲自为你布置的，你瞧瞧满意吗？不合心意，我再去更换。我看下屋内，黄花梨木打的家具雕刻着花朵，点缀书桌上，门房四宝皆全。衣柜中，小衣、里衣、外衣都整齐摆放，尤其是衣架上挂着的狐裘大氅。我记得莫世明带着林雨嫣最后来看我的时候，身上穿着的就是这个。突然院中响起莫世明的声音：“你说什么？”我和林雨嫣立刻出门查看，此刻莫世明正对着家丁大发脾气的怒吼着：“我马上就大婚了，莫修阳竟然在这个时候请愿去守祠堂，他疯了吧？故意找我晦气是不是？”家丁跪倒在地，被吓得瑟瑟发抖。可是杨少爷已经走了，这会儿估计已经到祠堂了。听见家丁的话，我不由得浑身一颤，猛打一个寒战。不对啊，上一世莫修阳并没有去的祠堂，他一直在偷偷看书，最后一鸣惊人，成为了当朝状元。怎么这一世不一样了？不顾家丁的解释，莫世明把我丢给林雨嫣之后，快步离开了东厢院。林雨嫣走到我身边，主动挽住我的胳膊，笑意盈盈说道：“阿离嫂嫂，去我房里坐坐可好？咱们姐妹俩说两句体己话。”我犹豫着，知道她想干什么。上一世，她把我邀去她的房间，一上来就打翻茶杯，烫伤自己手腕，害得我被祖母好生说教。而我当时没有怀疑她的用心，真以为是自己不小心所致，还因此愧疚了许久。就是这份愧疚，把我自己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此时，我推开林雨嫣的手，婉言拒绝道：“我有些乏了，今日想早些安置，改日备好厚礼，再去妹妹房里坐坐可好？”林雨嫣眼见着自己的计划泡汤，双眼放射出的光芒像把利剑把我射穿，可见我态度决绝，她也不好强硬，便不甘心地回到自己的房内。我把娘家婢女沁儿拉到房中，关起门来，确定外面没有家丁盯着，便嘱咐沁儿：“沁儿，父亲不是派了个高手给我吗？他现在在哪？”沁儿想了想，说道：“应该就在京中，以防万一，他没有随咱们一同入府。小姐有事吩咐吗？”我顿时提起一口气，心中有了主意，随后从腰间掏出随身丝印，交给沁儿，说道：“城南的胭脂铺，给我买一盒上等的胭脂，甩开家丁后，想法子与那高手联络，我要见他。”沁儿虽然不明白我想干什么，还是按照我的意思离开了莫府。我则假装在房中收拾细软，实则是将父亲给我地契银票藏好。上一世，父亲给我的20箱嫁妆是为莫府解决危机的，而在成京中还有3间铺位是留给我傍身的。这3间铺子莫家并不知情。除此之外，父亲还给了我1000两银票，让我留作梯级钱，以防万一。其实父亲也猜到莫家前来求娶就是为了要钱，可当年莫家家主的救命恩又不得不报，为了信守诺言，这才让我远嫁京中。而铺子和银票，以及父亲暗中安排的高手，都是他为我留的最后退路。上一世我被莫家欺骗，把银票和铺子都给了莫家，然后又派沁儿差遣那高手离京，向父亲复命说莫家待我很好，让他不必担心。也就是因为这样，这才导致自己最后孤立无援，活活被他们饿死。现在想来，自己真是太蠢了。我在房中的墙壁上挖了一个暗格，将父亲给我的东西全部藏进暗格中。此时门外响起了脚步声，莫世明的声音随即响起：“灵儿，收拾妥当了吗？祖母喊咱们去过礼，叔叔伯伯们都到了。”我深吸一口气，压下心中的复杂情绪，转身对着铜镜整理了下衣衫，确保自己的表情看起来毫无破绽。接下来就要打这场硬仗了。随后我打开房门，眼前的莫世明已换上一身暗红色缎面的长衫，他打量着我，有些不解地询问：“阿离妹妹，你怎么没有换衣服？打算穿得这般朴素去过礼吗？”我对莫世明微微一笑，说道：“一路舟车劳顿，我太累了，不想换了，就这般吧。”莫世明的目光在我脸上停留，欲言又止，只是点了点头，侧开身子让我先行。我迈步走出房间，眼角余光扫过东厢院内的一切，发现院子里多了一倍数量的家丁，似乎都在盯着我。等再睁开眼，我竟然回到了与莫世明定亲的那天。上一世我没有发现这个细节，只是觉得莫家的家丁挺多的，也算高门阔府。只是后来才知道，这些人多半都是债主派来暗中盯着莫家一举一动的，而目的就是我那20箱嫁妆。路过林雨嫣的房门前时，她正站在门前，一脸笑盈盈地看着我。我一回应一个笑容，保持着淡然的模样，跟随莫世明朝前走去。到了明堂，莫府的长辈们早已齐聚一堂，每个人的脸上都挂着客套的笑容。其实所谓的叔伯，大部分都是债主，他们早就跟莫家合作，要联手骗我的嫁妆。上一世我没有防备，中了他们的圈套，这次可就没那么简单了。老祖母坐在主位上，
见到我后，招手示意我过去，语气慈祥地说道：“若离啊，今日可是咱们两家的大日子，待过礼后，你跟世明就算是正式定亲，3个月后便可举行大婚，我墨家定不会亏待了你。”是，愿我两家永结盟好。话虽如此，我心里却冷笑连连。莫世明走到我身边，拉起我的手，笑得合不拢嘴道：“我定与若离妹妹永结同心，白首不相离。”对于他这番言论，上一世我甘之如饴，得此郎婿，人生何求？可现在，我只剩下恶心。新婚当夜，以为进来坐轮椅的男人是我的夫君，全然不知道他竟然是我夫君的弟弟。不知廉耻的贱婢！随后，我们当众签下了婚书。反正莫世明还会再修改婚书，我也不在意。礼毕之后，老祖母正准备安排叔伯兄弟给我认识，我却出言阻止他们继续演戏。祖母，如今我与世明哥已经定亲，3个月后成婚，世明哥就是墨家的家主，那我便是当家主母了，对吗？老祖母明显一愣，似乎没想到我会有此疑问。迟疑片刻，她连连点头：“这个是自然的。待世明继承家主之位，若离你便是墨家主母。”好。我当即便走到老祖母的面前，伸出手，说道：“那今天就请祖母将主母令交给我吧。”这话一出，在场众人顿时愣住，纷纷脸色惨白如纸，当即被我的言论吓了一跳。莫世明赶忙走到身前，拉过来，有些尴尬地说道：“若离，你怎么如此心急？我还没继承家主之位，墨家的主母还是我祖母，万不可如此没规矩啊！”我不以为然地笑道：“世明哥，反正咱们俩成亲之后，主母令早晚都要给我。现在给我的话，我还能提前了解墨家的生意，尽快熟悉墨府事务。你忘了，我父亲让我带着嫁妆来墨府，就是为了解决墨府生意上的事的。要是没有这主母令，我如何在京中联络各商户啊？”莫世明愣住，哑口无言。老祖母的笑容也僵硬起来。我继续说道：“我总得尽快把那些嫁妆安置好啊。墨家可是等着嫁妆来救命的，可我现在连主母令都没有，行走在外，怕是名不正言不顺，那就只能等大婚之后再开封嫁妆了。”说到此，一屋子叔伯兄弟便坐不住了。反正若离早晚都是主母，这令不如就早些给她，也好尽快解决墨家的危机。对，老主母还是顾全大局吧，早一些转交，早一些解决问题。是啊，再等3个月，咱们等得及，货商们可未必等得起。老主母，你就交令吧。面对众人，老祖母的脸色一会绿一会白，可也想不出什么理由来拒绝我，而我则静静等待。这一帮子债主自然希望我尽快开箱，把钱财投到铺子里。眼前我主动说开箱的事，他们也就迫不及待了。良久，老祖母的脸上才恢复些笑容，冲我说道：“也对，反正这主母令早一天晚一天，始终都是要交到阿离手上的。不过难得阿离有此心，那我这个做祖母的也不能不支持。”说罢，他挥手命奴婢从里屋拿出一个木盒，送到我面前。打开一看，是一块翠绿的印件，这便是墨家主母令了。我心安理得地收下，转而看向老祖母：“祖母放心，待我和世明哥巡查各店铺之后，立即开箱补缺。若离定不负祖母的期待。”老祖母只是一味的笑，再也说不出半句话来，只是狠狠掐自己的手。新婚当夜，以为进来坐轮椅的男人是我的夫君，全然不知道他竟然是我夫君的弟弟。不知廉耻的贱婢！莫世明见状，随即拉着我介绍给他的叔伯兄弟们认识。我含笑应对，言辞得体，丝毫看不出内心的波澜。就在大家谈笑风生之际，一个家丁匆匆跑进来，附在莫世明耳边低语了几句。莫世明闻言，脸色骤变，随即向老祖母告罪一声，便匆匆离开。此时，沁儿也神不知鬼不觉地到了明堂中。我趁着众人注意力分散，悄悄退到角落。沁儿把刚买好的胭脂盒放在我手中，我假装被人补妆，实则从胭脂盒中取出纸条，上面写着“今晚子时，东厢库房”。我顿时吃下一颗定心丸，将纸条塞进袖口，继续补妆。转身回到大堂，才发现老祖母一直盯着我。我羞涩笑道：“这家胭脂铺的胭脂在南方很有名，我早就想买了，祖母可莫要笑话若离。”老祖母面无表情，僵硬着咧开嘴，似笑非笑地说道：“哪里话，祖母也是年轻小姑娘过来的，若离就把莫府当自己家便好，不必拘束。”我点着头，大方回答：“是啊，现在莫府就是我家了。”老祖母尴尬一笑，便称乏累离开了明堂。那些叔伯兄弟见老祖母离开，很快就将我围起来，询问我何时到铺子查看，与我相约时间。我没有说定，只是说会派人通知，随时都会过去。他们见状也觉得无趣，便很快离开了莫府。直至深夜，
莫世明都没有回来。上一世，我见莫世明面泛难色，便在他离开之后悄悄跟了上去，这才知道是货商闹到了莫家主店，他们收了定钱却迟迟不交货，那些人要把店给砸了。莫世明这个脓包，除了说好话一无是处，我便取下随身玉佩做赔偿，他们这才愿意宽限几日。之后我去找老祖母，想先拿嫁妆的钱抵了货款，可老祖母说什么都不同意，非说是大婚未举行之前，嫁妆不能动，否则便是对女方娘家的不尊重，所以老祖母就把我的嫁妆封存了。我当时还觉得他们莫家挺有气节，可因为老祖母封存我的嫁妆，我又不忍心看莫世明为难，便只能把父亲给我的银票拿出来帮莫世明。他还承诺我，等大婚过后，定从我的嫁妆中扣除这部分还给我。现在想来，原来老祖母一来是试探我，看我还有没有傍身钱，打算把我掏空；二来则是想私吞那20箱嫁妆，顺便把一切都推责到我的头上。这一世我可不会那么傻了，就等着债主闹大了再说吧。新婚当夜，以为进来坐轮椅的男人是我的夫君，全然不知道他竟然是我夫君的弟弟，不知廉耻的贱婢！我坐在房中，静静等待子时的到来。我找借口说是去盘点嫁妆，等到巡店时用，便带着沁儿去库房盘点。而那些暗中盯着我的家丁虽多，但听说我去盘点嫁妆，他们便主动为我引路，并未过多防备，顺利抵达库房。一位蒙面黑衣人早已等候多时，这就是父亲派来的高手，一个江湖人士，名叫许飞，是我父亲花重金请来护我周全的。见到我，他立即低声说道：“小姐，有什么需要我做的？”我沉思片刻，说道：“我这里有一封信，希望你帮我送去莫家祠堂，亲手交给莫修阳，记住是亲手。”许飞看着信，有些不情愿地说道：“小姐为何要联络二房？还有，我是你父亲请来保护你安全的，不是你的跑腿家丁。小姐，不要搞不清楚状况。”我明白他的意思，随即取下随身玉佩交给他，还请大侠快些，劳烦了。这小物件就当给大侠买酒喝。拿着那玉佩，我能明显听到面罩之下的许飞笑了笑，随即他便翻窗而出，离开了库房。我让沁儿陪我一起点查嫁妆，发现果然已经少了半箱。小姐，这是怎么回事啊？沁儿担忧的又把嫁妆盘点了一遍，结果数量还是不对。我顿时恍然，看来莫家的人已经在转移这些钱财了，估计也没想到我会突然清查，那岂不是正中我下怀吗？我当即让沁儿把嫁妆少了事情在府中传扬开来，还嘱咐他一定要把苗头引到莫家的身上，那些债主即使再笨也该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沁儿虽有疑虑，但还是照我的吩咐去做了。夜深人静，我独自坐在房中，心中盘算着接下来的每一步。既然老祖母想私吞嫁妆，那我便利用这些嫁妆彻底将莫家的大权夺过来，让他们竹篮打水一场空。莫世明一直忙到第二天才回到东乡，看他沉默不语的表情就知道大概发生了什么。上一世我掏空自己帮他，这一世我也会掏空自己，但不是帮他。许飞的动作很快，在午时之前便回了莫府。按照上一世的情况，莫世明今日一早本该邀请我去游湖，在游湖的过程中，林雨嫣故意落水，还说是我推的，我在莫府的地位瞬间跌入谷底，家丁婢女都在背后指骂我是个蛇蝎妇人。可因为昨晚莫世明应付货商的纠缠，这会儿功夫他早已累得在榻上呼呼大睡，我也算躲过了林雨嫣的算计。许飞依旧是一身夜行服，他看着我，神色复杂地说道：“小姐，信已送到莫修阳手中，他说今日便会返程到府中见你。我从莫修阳的口中得知，大房对二房一直打压，他父亲不得志，郁郁而终，母亲重病，老祖母不肯请医师，最后病死。从那之后，老祖母便更加器重大房长孙莫世明，还下令不许莫修阳参与莫家的经营。”听到这话，我微微皱起眉。上一世我的注意力都在莫世明的身上，压根不在乎那个失势的二房子孙，只是没想到莫家的复杂情况是老祖母偏心所致。这样也好，至少我知道莫修阳早已怀恨在心，就等时机了。不过还有一件事，我看向许飞，莫修阳还说什么了吗？比如他为什么突然去了祠堂？李飞摇头，他没说，我也没问，不过他说了，若小姐有需要，他愿意与小姐合作。我恍然，只要愿意合作，那就是好事，至少我在莫府不再是孤立无援。辛苦大侠了，还有一事需要劳烦您，这几日请务必盯着莫家主店的情况，尤其是那些货商的动静。如果有可能，请您帮我查一查莫家债务的真实情况，还有昨日到府中参过礼的叔伯兄弟，他们跟莫府真正的关系。小姐为何如此关注那些货商？为何要调查那些亲眷？你到底想干什么？我没有直接回答，只是淡淡一笑，呵呵，这些人不过是棋子罢了，但若用得好，却足以掀翻整个棋局。当然了，知己知彼，
我才能应付自如，所以还需劳烦大侠。有些事日后我自会跟大侠解释清楚。许飞似懂非懂地点点头，很快离开了我的房间。直至刚过未时，府内便传出了消息，我的嫁妆被人动了手脚。此谣言一出，顿时引起轩然大波。那些叔伯兄弟们纷纷找上门来，他们假意安慰我，实则想探听虚实。那我便添油加醋的乱说一通。他们听闻，更是直接闹上明堂，找老祖母要个说法。要知道，那些嫁妆可是他们的保命钱，万万不可出现任何差错，不然后果不堪设想。老祖母坐在高堂之上，脸色被气得煞白，面对众人的质问，他只能说那些都是谣言，最终用威仪击退了他们，而我只是冷眼旁观，一言不发。随后，老祖母便亲自来到我房中，问我嫁妆的事，我则如实解释。是盘点的时候，庆儿发现少了一部分，本想着少了一点不打紧，也许是被家丁听了去，才会在府中散布。老祖母的脸色瞬间变得铁青，她自然知道嫁妆确实被动过，可这件事一旦闹大，不仅会暴露她的真正意图，还会让外界对墨家失去信任。今日这阵仗也不难看出，那些债主早已等得不耐烦了，随时都有可能撕破脸皮讨债，那他的如意算盘岂不是要落空？老祖母强挤出一丝笑容，若离呀，或许是你记错了数目，毕竟嫁妆那么多，难免有些出入。祖母，嫁妆是父亲交给我的，每一箱都经过仔细核对，绝不可能出错。而且嫁妆现在名义上属于墨家，若是丢了东西，且不说大家会不会怀疑我父亲私扣，就是墨家也会担上个看管不当的罪责，那外面的人会怎么看我们？老祖母被噎得说不出话，只能干瞪眼。我则继续说道，再者说，嫁妆是到了墨府后少的，若莉在想，会不会是有人手脚不干净？我这话一出，老祖母顿时警惕了3分，她心知肚明，外面所谓的家丁不过都是债主的眼线而已，难免有人会眼红，先下手为强，所以她干脆顺势而为，当即拍桌大怒，那定是家里出了耗子了。来人，给我把东乡的家丁全部撤走，即刻将嫁妆封存，大婚之前不得再动分毫，以免出现差错。很快，在老祖母一声令下，东乡院子里的家丁就被驱走了大半。看着老祖母正中下怀的畅快笑容，我也忍不住暗笑，如此便更方便我行动了。而此时，门外忽然传来一阵喧哗声，是莫修阳回来了。明堂中，莫世明姗姗来迟，见到莫修阳，一脸怒火。那日过里你去祠堂烧香拜祖，怎么今日又回来了？莫修阳镇定自若，冷冷地说道：听说长嫂已拿到主母令，舍弟前来拜见新主母。说罢，莫修阳便朝我颔首。修阳，见长嫂。我则好奇地走近，对着莫修阳一阵打量，随即笑道：世明哥，想不到你弟弟模样还挺俊俏，与你有过之无不及啊，怎么没早让我认识呢？我的话让莫世明的脸面有些挂不住，只能尴尬地笑道：这不是今日就见着了吗？见我丝毫不回避自己的目光，莫世明虽然眼中不屑，可嘴角却挂上了明显的笑容。按照莫世明的计划，本就是打算让我与莫修阳私通，他好捉奸在床，吞了我的嫁妆。那我就故意展现对莫修阳的喜欢，让他疏于防范。莫修阳也配合地对着我一番打量。听闻长嫂才貌双全，乃是江南第一才女，如今一见，阿兄真是好福气。我捂嘴浅笑道：二弟哪里话，我瞧着你也不差。接下来，我和莫修阳在明堂中当着莫世明和老祖母的面交谈甚欢，而他们俩并未阻拦。可很快，外面的嘈杂声打断了我们的谈话。原来是那些货商的眼线被清除出东乡后，终于按捺不住，带着人闯进了莫府，要求见老祖母。莫世明立即出去阻拦，不敢让我知道那些债主的事。老祖母也趁机开口道：既然若离和修阳一见如故，那不如去修阳的西厢院坐一坐。我立马点头，我也正有此意。随后我便跟着莫修阳离开了明堂。我和莫修阳并没有去西厢院，而是悄悄躲在回廊下，看着莫世明像狗一样安抚货商，却被对方厉声斥责的场面。他就是这般无能，根本解决不了实际问题，所以才会导致墨家落败至此。不过这场风暴才刚刚开始，而墨家注定要为他们的贪婪付出代价。长嫂，你的计划可以跟我说了吗？莫修阳暗中开口说。我看向莫修阳，仔细打量着他，发现他真的不一样了。上一世他懦弱自卑，一直将自己隐藏起来，不参与大房任何事务，而这一世他的眼神似乎更加坚定了起来，那眼球中燃烧着明显的熊熊烈火，正如一头猛兽般盯着不远处与债主周旋的莫世明。你……最终我还没有问出那句话，其实也没那么重要。莫修阳似乎察觉到了什么。长嫂不必疑虑，我与你合作只为一个公道。老祖母偏心大房多年，父亲郁郁而终，
母亲病故，无人问津，这些账总该是要清算的。他的语气平静，却透着一股深藏的恨意。即使我要对付的是墨家，我好奇地看着他，你也是姓墨的，就不怕跟我联手会彻底搞垮墨家？莫修阳笑了笑，无奈摇了摇头。墨家，在我眼里，墨家与那冰冷的刑狱一般无二，我有何好怕？可若是墨家没了，你这个二少爷也做不成了。你可莫要以为我是打算推举你做家主，才拉他们大房下马的。莫修阳依旧毫不在意地看着我，一脸坚定。那我便从此修行，不问世事，也不失为一个好去处。虽然他的回答我不是很满意，但此刻我能合作的人就只有他莫修阳了。行吧，但此事需从长计议。眼下莫世明正焦头烂额，我们不妨先让他自乱阵脚。至于嫁妆，说到这里，我顿了顿，目光微冷。那是我的筹码，也是我击垮墨家的关键所在。只要用得好，便可不费吹灰之力一举击溃。莫修阳闻言，眼中闪过一丝赞赏之色。长嫂果然心思缜密，舍弟佩服。不过，长嫂可曾想过，老祖母不会轻易放手。她既然敢动嫁妆，就说明她背后还有其他倚仗。我微微一笑，不置可否。二弟提醒得对，但有时候敌人的倚仗恰恰是我们的机会。接下来我会让人散布一些消息，让那些债主更加急迫。到时候莫世明即便有三头六臂，也难以招架。莫修阳听后，嘴角扬起一抹意味深长的笑容。哦，看来长嫂早已胸有成竹。既然如此，修阳愿为先锋，助你一臂之力。他说完，拱手行礼，态度恭敬却不卑不亢。我看着他，心中暗自感慨，这一世的莫修阳显然比上一世成熟了许多，也更有野心。或许这正是扭转局面的关键所在。正当我们商议之际，远处传来一阵喧闹声，似乎是货商们失去了耐心，直接冲进了内院。莫世明显然已经无法控制局面，只能不断陪笑安抚，却换来更多的谩骂和指责。老祖母则坐在高堂之上，脸色铁青，嘴唇紧抿，一副强忍怒火的模样。差不多了，我们走吧，免得让人看出端倪。莫修阳带我去了他的西厢，这里果然清静不少，却也冷清许多。院子里杂草丛生，荒凉至极，不见半个人影。我这才发现，莫修阳身边甚至连个推轮椅的都没有。你这院子怎么这般冷清，与东乡天差地别？我好奇地发问，怎么说也是个二少爷，不至于如此吧？一个残废而已，能活着已是万幸，自然跟长子嫡孙的待遇不同了。自从父母离世，莫世明就在府中传言是我克死了双亲，我这里就像是得了诅咒一般，人人都避让着走。不过这样也好，我也清静。进入主屋，我愣住了，四周墙壁上挂满了书法画作，一张用的破旧书案之上，虽摆满了东西，却也井然有序。看着墙上的书法画作，我不禁入了神，字体笔法苍劲有力，画作栩栩如生，当真是文采出众。那一瞬间，我明白了，为何莫世明要毁掉莫修阳，原来是嫉妒。我转头看向莫修阳，他的目光中透着一股倔强和不屈。如此这样一个才华横溢的人，却被家族冷漠对待。也许他跟他父亲一般，志不得书，只是他比他父亲更加聪明，知道藏拙保命。二弟，你的才华不该被埋没，困在这破落的西厢当中，着实可惜。有的时候，有才华并不代表是一件好事，而且我还是残废之身，躲在小小一方天地，修养已知足。况且墨家早已腐朽不堪，这样的家族不值得我去挽回。他的回答让我心中一震，看来他对墨家的失望远比我想象的更深。但我也不禁疑惑，二弟，你的腿是天生残疾吗？莫修阳猛地一顿，为我倒茶的手抖了3抖。他抬头看向我，没有言语。我瞬间恍然，轻声说道：有的人残了，心却是全的，而有的人是全的，可心却残了。莫修阳沉默了片刻，并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他深吸一口气，将茶盏放在我面前，轻声说道：长嫂，关于合作，我有一个条件，还请长嫂应允。什么条件？我要亲手为父母讨回公道，老祖母和莫世明欠下的债，必须由他们亲自偿还。他的声音低沉却充满力量。我点了点头，表示理解。这是自然，他们俩欠咱们俩的债，何止这一点点？莫修阳的眼神中闪过一丝异样，但他并没多说什么，只是轻轻点头，举起茶盏来敬我。那就合作愉快。合作愉快。我俩顺势碰杯，正式达成盟约。就在这时，外面的喧闹声愈发激烈，货商们的怒吼和莫世明的陪笑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幅混乱的画面。我站在窗边，听着隐约传来的动静，嘴角勾起一抹冷笑。看来你这西厢日后也不清静了。我低声说道，语气中带着几分讥讽。二弟可要做好准备了。
也许先前就是太清静了，热闹热闹也不失为一件好事啊。张嫂，觉得老祖母会如何应对？老祖母一向自以为是，认为凭借她的威严可以压下一切。可惜这次她面对的不是普通的危机，而是那些急于讨债的货商。她的威仪在金钱面前毫无作用。若是那些货商知道我的嫁妆是被她和莫修明给转移了，你说会怎么样？莫修阳沉思片刻后说道：既然如此，那就该明确地告诉他们真相了，也好让他们不至于赔得血本无归。说的也是呢，不过接下来的事就要靠二弟出手了。莫修阳一愣，不解道：长嫂需要我做什么？莫世明无能，只会推诿拖延。可莫家又不是只有莫世明一个少爷，莫世明解决不了的事，倘若二弟能解决，那你说这些人会不会发现什么了不得的秘密呢？莫修阳心中沉思，没急着回答。莫家之所以能把这件事推到这个份上还不解决，无非是因为树大根深。正所谓破船还有3000钉，总要给几分薄面。毕竟度过危机之后还得继续合作。可如果打破他们心中这份坚定，那所谓信任不攻自破。莫修阳恍然，眼中全是赞赏。不愧是江南第一才女，不过长嫂可别忘了，老祖母也不是省油的灯。呵呵，老祖母的倚仗无非是她在莫家多年积累的威望和人脉，但这些在绝对的利益面前都不值一提。我秦若离就是要她颜面扫地，威严顿消。除此之外，我还要她莫家的百年声誉荡然无存。说到这里，我的目光变得深邃起来，心中泛起的恨意再也无法消退隐藏。他莫家不仁，我秦家便可无益。当初老家主救过我父亲的命，我已经偿还，如今便是我跟他们祖孙俩的私人恩怨。莫修阳看着我一言不发，我却愤恨地握紧拳头，恨不得现在就去撕碎了他们。这若是在江南，我何须如此费劲？不过老祖母虽然年迈，但她的心机和手段不容小觑，毕竟姜还是老的辣，所以我们两人之间的信任尤为重要。我故意提点着的莫修阳，莫修阳则露出一抹淡淡的浅笑，再次为我奉茶，缓缓说道：长嫂放心，修阳会谨记这一点，绝不让人有机可乘。虽然我不能十分确定莫修阳是否跟我一样是重活一世，可他的助力对我来说却十分重要。毕竟我在这京中毫无势力，他虽然不受宠，也不被重用，但总归还有些本事和筹码的吧，不然也不敢在我面前大放厥词。就在我们准备进一步商议时，门外忽然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小姐，小姐！沁儿慌张的声音从远处传来，打破了这片刻的宁静。门被猛地推开，沁儿气喘吁吁地冲了进来。小姐，不好了！东乡那边有人闯进了您的院子，正在仓库说要清点您的嫁妆呢。什么？我不由得一惊，这些人的胆子还真大，敢直接闯入东乡。老祖母呢？难道就任由他们胡来？沁儿摇了摇头，眼中满是焦急。老祖母被几个领头的货商拦在明堂里，根本脱不开身。莫世明呢？沁儿听见莫世明的名字，立马气得腮帮子都鼓了起来，怒道：姑爷他早跑没影了，不知道躲到哪里去了。听到这里，我冷笑一声，哼，果然是一群乌合之众，关键时刻全都指望不上。不过这倒是给了我一个绝佳的机会。我转而看向莫修阳，还未开口说什么，他便一副了然于胸的表情，淡然道：长兄不在，我这个二弟也能说上两句。不愧是我挑选的盟友。沁儿，别慌。我看向沁儿，先安抚道：你先去祖母那里禀报，他自会派莫府家丁守住嫁妆所在的库房，告诉他们，就说我要亲自处理此事，马上就到东乡去。可是小姐，沁儿犹豫了一下，您刚进莫家没多久，他们能听我的吗？能。如今我可是有主母令在手，手上的嫁妆便是那些人的命脉，他们自然会听我的。你去房里拿出主母令，在库房门口守住了，我不来，不许他们打开库房，不然若是有人手脚不干净，那便说不清楚了。沁儿见我态度坚决，只得点头应下，匆匆离去。很快，我和莫修阳一前一后离开了西厢，莫修阳直接前往明堂，我则回了东乡院内。刚走到仓库门前，就发现领头闹事的人就是那天过里时来的所谓叔伯兄弟。他们仗着是莫家旁系分支，趁莫世明不在，便在东乡闹事，实则是为了查清楚我的嫁妆到底少了多少数量，也想知道那些少掉的数量究竟去了哪里。我家小姐来了。沁儿看见我赶忙开口，那些人顿时安静下来，朝我的方向看过来。主母来了。领头者是莫世明的外堂叔，也是莫家商铺主要负责人之一。既然主母令已经交给秦小姐，
那这嫁妆是不是应该公开点查仔细呢？面对他们的质问，我并未慌乱，而是从容不迫地扫视着他们每一个人。这样的阵仗，作为商贾出身的江南大族，我不知道经历了多少次，早已游刃有余。诸位稍安勿躁，我既然已经拿到主母令，那世民哥不在，我就是莫府当家人。这批嫁妆是我父亲用来解莫府危机的，自然要公开。唐叔一听，立马来了精神，便咄咄逼人道：那就请主母打开仓库，当众点查吧。嫁妆是否数目不对，咱们也可一目了然啊。就是，若是像老祖母说的，那都是谣言，自然最好。可万一是哪些人手脚不干净，这不是陷咱们秦墨两家于不义吗？对啊，直接开箱验吧，省得最后说不清楚。对，没错。我轻笑一声，面对众叔伯的咄咄逼人，我毫不示弱地迎上他们的目光。哼，这件事不说，咱们先说另外一件事吧。我虽然已经拿到主母令，可到底还是个未出阁的姑娘。诸位叔伯闯进我的院子，是否于理不合？此话一出，众人顿时议论纷纷，显然被我的话打乱了阵脚，而我则趁机观察着他们的表情变化。唐叔走出一步，先开口道：叔伯们确实有失体面，可归根究底也是维护咱们秦墨两家的盟友情谊。你也不想让大家误会是你秦家人私扣了嫁妆吧？传到你父亲的耳中也不太好。没什么不好的，我秦家人做事向来行得正，坐得端，讲的是信，说的是诚，岂会缺斤短两？唐叔也随即笑道：那是自然，但是一码归一码。既然主母已经说这嫁妆是用来解墨家危机的，那就是我们的命啊，理应当众点查，也让叔叔伯伯们安心，不是吗？唐叔，实不相瞒，我昨日点查确实少了半箱。什么？叔脸色骤变，急得差点没跳起来。我赶紧安抚他，再次低声说道：这件事我只与你说，你可千万别告诉别人啊。你的意思是说……我没等他说出口，先一步点了点头。他立即露出恍然大悟的表情。你们在这里闹什么？老祖母的声音很快传来，众人的目光被纷纷吸引，紧跟其后的便是一脸胜券在握，朝我暗笑的莫修阳。老祖母拄着拐棍前来，目光如刀，扫视着在场的每一个人。若离，这是怎么回事？为何在这喧嚣？他的声音虽不高，却透着一股不容置疑的气势。祖母，叔伯们是听信了谣言，担心嫁妆数目有出入，特意来查证的。我刚从西厢回来，正准备处理此事。哼，大房的事还轮不到外人指手画脚，更何况这嫁妆是你父亲送来解墨家之困的，怎会短少？分明是有人故意挑拨离间。可唐叔却站了出来，面色凝重地说道：老夫人，非是我们不信秦小姐，只是这事关系重大，若真少了什么，岂不是寒了两家的心？还是当众点查为好。唐叔的态度坚决，显然已经中了我的离间计，不再完全偏向墨家。老祖母闻言，脸色顿时变得铁青，嘴唇微颤，似是在极力压制怒火。他转头看向莫修阳，莫修阳立即会意，划着轮椅到前方来。大哥不在，各位叔伯是欺辱我们主家没人了吗？既然嫁妆是用来解墨家危机的，莫府负责看管，自然是重之又重。各位叔伯不妨听修阳一言。听着莫修阳的话，叔伯们自然是不屑一顾，可又瞧见老祖母没有说什么，他们也不好当众让其难堪，便没开口阻拦。莫修阳随即笑道：长嫂的嫁妆是用来解莫府危机，不论多少，最终都会投入到店铺当中。既然祖母已经封存嫁妆，长嫂又点查清楚，那也无需再验，不然真出了什么事，坏了两家盟友的情谊，也是不妥当。他的话看似温和，实则暗藏锋芒，一边讽刺叔伯们太过激进，一边又暗中提点了老祖母不可再动转移嫁妆的想法。唐叔一众人被噎得一时说不出话来，只能强忍着怒火不发。老祖母则站在一边，此事说多便会错多，正需要中间人来摆平此事，他干脆就站中间。诸位，我家二弟所言极是，嫁妆之事既然我已经点查过，那就按照我点查的数字进行封存，何必因此闹得不愉快？如今墨家正值多事之秋，更需团结一致，共度难关。你们可莫要被莫须有的谣言蒙蔽，坏了家人间的情分。暗中之意便是告诉他们到此为止，继续闹下去已经没什么意义了。一直未开口的老祖母此刻缓缓说道：既是如此，那就按照若离说的吧。诸位可还有什么异议？唐叔虽心有不甘，却也不敢多说什么，只能拂袖而去。可我的话却像是一根刺一样扎进了他的心。
信任一旦崩塌，就很难再建立起来，这也是给了第三方最好的插足时机。行了行了，都散了吧。老祖母挥了挥手，示意众人离开。若离、修阳，你们随我来，有些事情还需商议。我与莫修阳对视一眼，皆从对方眼中看到了一丝胜利的喜悦。回到明堂，老祖母坐定后，目光如炬地看向我们。今日之事，你们有何看法？我此刻眉头深深皱起，一脸严肃地看着老祖母。祖母，依我看，叔伯们这是动了异心了，不然怎么如此咄咄相逼，非要点插我的嫁妆？老祖母点了点头，似乎认同了我的观点。我继续说道：我看他们八成是想动我的嫁妆。祖母，咱们恐怕不能轻易把嫁妆交出去，不然主屋很可能会被他们架空。如今世民哥还没有继承家主之位，若是被架空，那咱们可是会人财两空的。老祖母看向我，也不自觉皱起了眉。若离，你的意思是？我想了想，随即答道：自从家主去世，墨家一直都是旁系叔伯们在管理。世民哥毕竟还年轻，与这帮老狐狸斗，只怕会棋差一招。若是我真的把嫁妆拿出来投入店里，他们起了分家之心，那我的嫁妆可就打水漂了。这句话正说到了老祖母的痛处，当即便阴沉了脸色，赶紧说道：祖母也是有此担忧啊，所以才决定封存嫁妆。我就猜到他会这么说，便顺势答道：所以祖母，咱们应该趁此次机会拿回主屋大权，总不能让世民哥当个空架子吧？见我这么说，老祖母立即来了劲头，赶紧问道：如何做？我笑道：由我这个主母正式接管主店生意，不过得祖母先批准并放话出去，我才能一展拳脚。我这话一出，老祖母的脸色便僵住了，显然没想到我会这么说。莫修阳也一同附和道：祖母，长嫂出身江南商贾，又是秦家未来的掌权人，她的能力可不是那20箱财宝能媲美的。当初祖父定下联姻，不也是希望得到江南的经营之道和秦家的势力吗？老祖母陷入沉默，她的目光在我和莫修阳之间来回扫视，最终缓缓开口道：若离，你年纪尚轻，虽有才智，但贸然接管主店生意，恐怕难以服众。这里毕竟不是江南。我早料到他会有此顾虑，不慌不忙地回应道：祖母所言极是，所以我打算让二弟帮忙。二弟他虽行动不便，却也是墨家嫡系血脉。现在这种情况，我认为世民哥最好是退一退，他毕竟是未来家主，有些手段还是不太方便的。今日一闹，旁系叔伯们的心思已经呼之欲出，咱们得早做准备，不然会十分被动。莫修阳适时补充道：祖母，如今墨家正值风雨飘摇之际，若再不采取果断措施，恐将陷入万劫不复之地。老祖母深吸一口气，欲言又止，良久还是摇了摇头，无奈说道：我早已不管店里营生，都是世明在打理，待我问过世明之后再做决定吧。我略带失望，小心翼翼地开口道：祖母，你这是不信若离啊？老祖母一愣，赶紧调转口风：祖母怎么会不信你呢？祖母就是担心。祖母，不等老祖母说完，我就先一步委屈地抢话道：我孤身一人来到这京都，就是为了能帮世民哥坐稳这家主之位，为了帮主屋夺回主权。祖母如此拖沓，难以决定，那不就是不相信若离吗？老祖母的眼中闪现过一丝怀疑，最终将目光对准了莫修阳。修阳啊，你从不管墨家生意，怎么今日这般积极？是我找的他。我再次抢话：我只需要借助二弟的嫡系身份就行，去做一些世民哥不方便出面解决的事。我反正是个外人，不怕得罪墨家的叔伯兄弟们。至于二弟，我没将后面的话直接说出来，而是走到祖母身边，在他耳边悄悄说道：他给世民哥当个靶子正合适。我也是瞧见世民哥在叔伯兄弟面前不好说话，才想了这个法子的。老祖母看着我，露出了意味深长的笑容，瞬间疑惑顿消，果然还是你们年轻人有想法啊。老祖母忍不住笑了起来，当即便点了头。好吧，那我便直接替世明做决定，主店正式由若离掌管，修阳你只管配合就行。我心中暗喜，立即恭敬答道：祖母英明，孙媳定当竭尽全力，不负您的期望。离开正厅后，莫修阳划着轮椅与我同行，他低声笑道：长嫂厉害，三言两语就哄得老祖母交出了主权，莫世明甚至连露面的机会都没有。
我淡然一笑，语气中透着几分冷意。这只是开始罢了。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彻底瓦解那些叔伯和主家的信任，让他们狗咬狗。至于那莫世明，我冷哼一声，不屑道：哼，他既然选择躲起来，那就让他一直躲着吧。等我回到东乡的时候，莫世明正在院子里和林雨嫣对坐喝茶，好似一副胜券在握的模样。见到我来，二人赶紧放下茶杯，起身相迎。莫世明一脸得意，笑道：若离妹妹，你真是厉害，几句话就说的那帮叔伯们哑口无言，退出了东乡院。林雨嫣也亲密地挽住我的胳膊，眼神中满是对我的赞叹，说道：还是若离嫂嫂厉害，出身大商户家族就是不一样。我看那些叔伯日后看到嫂嫂都要绕道走了呢。林雨嫣转而看向莫世明，更加殷勤的三分笑说：世明哥有嫂嫂相助，3个月后定能顺利继承家主之位，夺得大权。到时候看那些叔伯还有何话好说。看着二人一唱一和的对我吹捧奉承，我内心毫无波澜，脸上却不得不挂着盈盈笑意。这个莫世明还真是够窝囊的，原来刚才不见人影，是躲在了林雨嫣的房里避灾。他竟然也坐得住，把自己未过门的夫人和年迈的老祖母推到前头，如此厚颜无耻。我以前怎么就觉得他大智若愚呢？我心中虽有不屑，但面上依旧保持着温婉的笑容。世明哥过奖了，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毕竟咱们是一家人。莫世明连连点头，似是对我的话深信不疑。眼见时机成熟，我故作不经意地说道：对了，世明哥，祖母已将主店的经营权给了我和二弟，明日一早我们就去主店掌事，你最近这段时间就不要露面了。什么？莫世明的脸色猛地一变。祖母让你和莫修阳去掌事，这怎么可能？正对上我诧异的目光，莫世明才意识到自己失态了，赶忙冷静下来，急切开口道：我的意思是，若离你才刚到莫府，对家中生意还不熟悉。至于那个莫修阳，他不过就是个脓包，哪能配合若离妹妹掌管家族生意啊？对呀，那可不行呀！一旁的林雨嫣也急得红了脸，瞧着莫世明和林雨嫣急切的模样，我心中顿时好笑。这会儿他们倒是着急了，不过也晚了。世明哥莫要心急，你身为嫡长孙，面对叔伯们总是笑脸相迎，这都是看在往日情分上，我猜你定然是拉不下脸面来，对吗？莫世明明显尴尬不已，只能附和我说道：是啊，我总是拉不下脸面来，想着都是族中长辈，要敬重才是。我暗自冷笑，面上却对他十分同情。所以啊，由我这个外人替你做先行官才是最合适的。有些话你不方便说，我可不需要忌惮，他们又不是我的叔伯。可是……莫世明一脸踌躇地看着我。可你我毕竟还未大婚，叔伯们能服你吗？我也是怕若离你寸步难行啊。我笑道：所以我才找了二弟配合啊。我利用他的嫡系身份压制那帮叔伯，他们不敢说什么。这莫修阳好歹也是嫡系子孙，为你这个未来家主做盾牌正合适。莫家也不能白养他一场，你说呢？莫世明顿时恍然，似乎明白了什么，可眉眼间还是露出怀疑的表情。那万一二弟有了异心，岂不是防不胜防啊？我顿住，这才明白，原来在莫世明的心里也十分忌惮莫修阳。见我不说话，莫世明又换了一副态度，赶忙露出笑脸。我倒不是担心二弟，我就是担心那些叔伯也会利用他。二弟这个人你不了解，窝囊又胆小，耳根子还极软，我怕叔伯们会利用他嫡系的身份搞事，到时候岂不是更麻烦？我想了想，随即大方地笑了起来。可我秦若离也不是吃素的啊，能任由他莫修阳反了天不成？莫世明一愣，眼中透出喜悦，顿时靠近我3分，低语道：听若离妹妹这话，是打算连莫修阳也一起？我赶紧伸出食指放在最前，示意他闭嘴。世明哥，等你继承家主之位，我就是当家主母，他莫修阳算什么东西？这话一出，莫世明露出了得意的笑容。我继续说道：届时咱们再把生意做到南方去，我秦家根深蒂固，生意早就遍布大江南北，有我父亲支持，莫家的牌匾想挂到南方去也不成问题啊。当真？莫世明激动地赶紧握住我的手。若是能得到南方势力，即使没了这群叔伯，我们也不必担心了。我羞涩地抽回手，眼神看向一边脸色正逐渐难看的林雨嫣，示意莫世明别太激动。莫世明也随即羞涩一笑，再次靠近我，低声道：若离妹妹，能娶到你真是我的福气啊。我笑而不语。反观一旁的林雨嫣，表情僵硬，完全失去了刚才的笑意，替换而来的是明显的危机。
上一世我本就是这么打算的，等成了亲，解决了墨家的危机，便想法子让墨林两家合并，毕竟我是带着诚意来联姻。可没想到有些事还没来得及做，这林雨嫣的耳旁风就吹得莫世明晕头转向，提前动了手。不过也正因为如此，我才没把娘家牵扯进来，不然我就是死1万次也难辞其咎。当天晚上，我就在耳房中听到林雨嫣悄摸进了莫世明的房里，二人热火朝天，干柴烈火。我躺在床上一夜未合眼。上一世我就是听到这动静后去了莫世明的房间，可林雨嫣却在关键时刻躲了起来，没让我当场抓住。也是因为这件事，莫世明担心我发现他和林雨嫣的私情，便决定在拿到嫁妆之后置我于死地。这一世我就任由他们翻云覆雨，因为这对狗男女没多少好日子了。一大早，我在虚掩的房门中看到林雨嫣衣衫不整，匆忙跑出了莫世明的房间。确定没动静之后，便带着沁儿离开莫府，去了莫家主店。刚到店门口，就看见了莫修阳的马车停在门前，店铺大门关闭，挂着暂不营业的牌子。他倒是来得比我还早，那我就等他结束之后再进去好了。趁这段时间，我和沁儿步行在周围的街道上闲逛着，路过一暗巷，发现了许飞的身影。我让沁儿守在巷口，谎称自己去小解，独自进了巷子里。大侠，调查的如何？我赶忙开口询问。许飞娓娓道来，原来莫家早在老家主离世之后，就由亲戚们接手。老祖母为了保护年幼的莫世明，不得不将大权交出，直至莫世明成年之后，才设法夺回部分的权利。可对方欺负他们老幼，莫世明又是个不懂经营的脓包，这才导致了莫家现在的局面。如今莫家的命脉早已落在为首的堂叔身上。堂叔早年间投奔莫家，感念一饭之恩，所以一直都在替老祖母打理，并无私心。可莫世明又是个扶不起的人，所以莫府还能屹立不倒，全然归功于堂叔，这也引起了老祖母的忌惮。本来这次联姻是老祖母与叔伯们算计好的，拿到我的嫁妆补贴，让莫家起死回生。可惜莫世明压根不想娶我，满脑子都是林雨嫣，说到底还是个不中用的人，毫无是非大义观念。小姐，这莫家的情况很复杂。上次那个堂叔从莫府离开之后，便将各店铺的账本收了回来，他还频繁进出商会。我看啊，莫家的好日子到头了。许飞不屑说道，我却不以为然。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尤其是做生意的，权衡利弊之下，自然选择最有利自己的路来走。堂叔感念当年老家主的一饭之恩，可莫世明压根不配做家主。他多年来为莫家鞍前马后，却遭老祖母算计，是个人都不会善罢甘休。许飞不解地看着我，小姐到底想干什么？是要拆分了莫家不成？我冷笑一声，哼，区莫家不过芝麻大点的利益，我还不放在眼里，我要的是整个京都。许飞猛地震惊，不由得肆虐笑了起来。哈哈哈，真是贪心啊！难道小姐此番前来，压根不是为了联姻，而是要吞下京都这块肥肉？我没有回答他的话，拿出一个金锭子递到许飞的面前。这个大侠请收下。许飞看着金锭子，没有第一时间出手接过，而是看着我沉默不语。我顿了下，随即笑道，呵呵，大侠定然是觉得我这个小女子太过阴险是吗？许飞没有说话，我呼出一口气，将金锭子放在一边的石头上，缓缓说道，有些事大侠不知情，相信大侠也不屑一顾，我只能告诉你，堂叔为莫家付出一切，到头来却遭主家算计，而我父亲信守承诺救莫家于水火，到头来也遭到对方算计。正所谓天作孽犹可恕，自作孽不可活，该偿还的我都还清了，现在我不过是拿回自己应得的而已。许飞表情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可对于一个江湖人来说，他并不在意，反手拿起那块金锭子，许飞直接塞进怀里。生意上的事我不懂，但我知道拿人钱财替人消灾，何况小姐还出手如此大方，有事你尽管吩咐。我缓了一口气，轻说，我想让大侠帮我在京都造势。哦，你打算掌管莫家？不，我摇了摇头，轻笑一声，要说是堂叔掌权，他才是家主的最佳人选。许飞恍然，不禁暗笑，好一招借力打力啊，我算是服了，这就去办。说罢便嗖的一声飞身离去，瞬间便不见了身影。回到主店时，莫修阳正坐在柜台后翻阅账本，见我进来，他抬起头，露出一抹意味深长的笑容。长嫂已安排妥当，共计32家店铺，32册账本都在此处了。我走到他面前，拿起桌子上的账册，随意翻看，全是烂账。我那些嫁妆只是解燃眉之急，并不能让莫家起死回生。我去跟堂叔聊聊，各店铺掌柜马上就到，交给二弟应付。在我下来之前，不要让他们闹事。莫修阳点了点头，
一副游刃有余的表情。拿起账册，我上了店铺2楼的账房，推开门，唐叔正一脸忧虑的和其他几位旁系叔伯聊着什么。见我进来，他们立即闭口，起身相迎。我微微一笑，请各位叔伯坐下。账本我已经看了，问题不大，我带来的嫁妆能解决此事。闻言，各位叔伯立即松了一口气，只有唐叔还阴沉着脸。我知道只剩下最后一推了，我将32店的账册推到了唐叔面前。这些以后就交给唐叔打理吧。唐叔猛地一惊，在座众人也都纷纷投来疑惑的目光。秦小姐，这是……唐叔忍不住开口询问。我笑道：我听闻这些年一直都是唐叔在打理墨家的生意，劳苦功高，算起来唐叔才是最熟悉这些的。账本我看过了，无非就是银钱的事。我初来乍到，还需要唐叔多多提点才是。唐叔看看账本，又看看我，竟然一时间无言以对。我轻叹一口气，看向众叔伯：世明哥毕竟年轻，日后还要仰仗这位叔伯，唐叔可莫要拒绝我才是啊。唐叔沉默片刻，才缓缓开口道：秦小姐如此信任，老夫自当竭尽全力。我心中暗喜，随即从怀里掏出银票递给唐叔。这是我父亲留给我的提己钱，以备不时之需。眼下老祖母封存了嫁妆，我请求开箱，但是他不同意，我也不好再说什么，只能先拿出第几钱给叔伯们运作，先缓一缓当前的局势。拿着那张1000两的银票，唐叔满眼都是不可思议。你就把这个给我了？我不解笑道：唐叔为墨家殚精竭虑，我当然要支持，不给你给谁啊？在场众人纷纷倒吸一口气，互相对视，却说不出半个字来。忽然，唐叔朝众人挥了挥手，他们便纷纷离开账房。我淡定自若喝着茶，知道唐叔这是要跟我说2句知心话了。见众人都退出去，我才缓缓开口：唐叔这是……唐叔看向我，深深皱眉：秦小姐，你跟我说句实话，嫁妆到底少了没有？我一愣，面有难色。这祖母说了，不让我说，以免人心不稳。那就确实是少了，对吗？唐叔再次逼问，我无奈叹息，放下手中茶碗，将先前发现的事以及老祖母故意压下谣言的事都添油加醋的和盘托出。果然是他在算计。秦小姐如此信任我，那我也跟你说句实话吧。唐叔好似下了什么决心一般，对我说道：先前去求亲之时，秦家嫁妆的数额，我们几个店早就分配过了。嫁妆如何用，用在哪里，这都是有安排的。我故作惊讶，实则上一世老祖母在我死前都将这一切告诉我了。他们一开始的确是算好的，只是后来老祖母转移了嫁妆，故意不分给各店铺救急，最终活活将他们的分店给拖死，然后分了家，老祖母也顺势拿到了主权，而我的利用价值也没了。此时唐叔面露愧疚之色，手紧紧握着拳头，满脸愤慨。当初说好了，嫁妆只要抬进了莫府，就立马想法子转移到店里，可这老祖母如今却出尔反尔，我就猜到是他的算计。我为了墨家鞍前马后，终日奔波，做小伏低，他竟然想拖死我。唐叔越说越气愤，差点没把桌子给掀了。唐叔的情绪显然已经到了爆发的边缘，他猛地站起身，来回踱步，似乎在极力压制内心的怒火。我静静地坐在一旁，既不打断他，也不多言，只是用一种略带同情的目光注视着他。秦小姐，你可知道，这些年来墨家能撑到现在，全靠我们这些人咬牙苦撑。老祖母她不过是在背后享清福罢了。唐叔的声音低沉而沙哑，每一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当初老家主临终前托孤，让我们务必护住莫世明和墨家的根基。可如今呢，那老太婆竟然为了自己的私欲，连家族的命脉都要毁掉。我轻轻点头，装作深有同感的样子。唐叔的心情我能理解，但事情总有转机。你既然为墨家付出了这么多，为何不趁此机会为自己争取一些应得的东西呢？唐叔闻言，脚步一顿，目光复杂地看向我。你的意思是？我微微一笑，语气平静，却带着几分蛊惑。嫁妆的事情好解决，只不过，唐叔，你觉得莫世明有能力担此重任吗？唐叔的脸色阴晴不定，显然被我的话戳中了要害。他张了张嘴，却没有立刻回答，而是陷入了沉思。我顺势轻叹一口气，无奈地摇着头。哎，罢了，他毕竟是嫡系血脉，终究是不一样的。你我只能辅佐。掌柜的们应该已经到了，咱们下去吧。说罢，我只留下一声叹息，便转身离去。而直至掌柜的们离开，唐叔都始终没有露面。回到莫府的时候，我故意先去了莫修阳的西厢院坐了一会儿，才回到东厢。到院子里的时候，
林雨嫣准备了满桌子的美食，邀我共进晚餐。看着桌子上与上一世相同的菜式，我谎称自己在莫修阳那边吃了一点，便快速回了自己的房间。看来林雨嫣也按捺不住想要对付我了，这一家子牛鬼蛇神真是有趣。第二天一早，许飞便出现在我的床榻边上。小姐吩咐的事我已经安排妥当，从今天开始，商户便会对墨家下手了。我冷笑，散布消息这只是表象，我真正的意图是让各商户的人知道墨家即将易主。如今的墨家就像是一盘煮得快烂的肉，再不吃，等肉烂透了也就没有嚼劲了。他们自然不会放过这个天大的机会。我让许飞偷偷潜入库房，开始大量转移我的嫁妆，并散布谣言出去，说我的嫁妆已经被私吞了，根本就是20个空箱子。老祖母倒是聪明，知道有人在故意挑拨，便动用所有势力压住谣言，并未探究谣言的真假。莫修阳也没闲着，这几日频繁接触舒伯兄弟，控诉莫世明的无能，还将莫世明和林雨嫣的私情也传扬了出去。舒伯兄弟觉得莫世明放着我这个江南大户的正妻不要，偏偏去要那个低贱的林雨嫣，自然对莫世明失望透顶，全部站在了堂叔身边。一连几日下来，京城商会就变了天。莫世明躲在东乡，除了从老祖母那得到些许消息之外，其余时间都在林雨嫣的房里快活。我写了一封信，让许飞快马送去江南给我父亲，把这段时间发生的事都一一告知。父亲很快就给我送来回信，将自己的家主印鉴送到我手里，方便我在商会运作。拿到印鉴之后，我用我父亲的名义将莫修阳安插进了商会，顺势让他替我管理那3间铺面，也好让他这个二房能在京都有一些威望。许飞此时坐在我房里悠闲的喝茶。小姐运筹帷幄，如今大局已成，接下来该做什么呢？我一边整理着莫修阳给我送来的商会消息，一边翻看着父亲给我留的3间铺面营收。不得不感慨，莫修阳的确是个人才，他利用商会方便，将精力投入我的铺子，不过才半月而已，营收就高出了5倍不止，当真是厉害。我瞥了许飞一眼，语气淡然道：墨家的根基还在，不过如今堂叔已生异心，老祖母又自作聪明，剩下的不过是顺势而为罢了，让他们自己窝里斗就好。许飞若有所思地点点头，随即又问：那林雨嫣和莫世明呢？要是莫世明知道外面已经变了天，恐怕不会就此罢休。他们，呵呵，一个沉迷美色，一个机关算尽却毫无远见，这样的人成不了气候。到时候家主易主，他们俩就一块下地狱吧。许飞闻言，眼中闪过一丝钦佩。小姐深谋远虑，在下佩服。还需要我做什么吗？最近闲得很。我抬眼看向他，发现他跟当初不一样了。许大侠这是要自己找活干吗？许飞笑了笑，呵呵，只是觉得有趣罢了。何况小姐给我那么多钱，我也不能不干活啊。我缓了一口气，缓缓说道：那就劳烦许大侠出去转转，顺便告诉他们，莫府未来主母与二弟有私情。听见我的话，许飞猛地一怔，端起茶杯的手悬在半空中，错愕道：你疯了吧？你可是个未出阁的姑娘，这么损害自己的名誉，当心嫁不出去。我不屑一笑，等我成为京都商会的会长，嫁人，不，应该是入赘。许飞顿时失笑，露出一个皮笑肉不笑的表情来。你的野心还真大啊，想做京都商会的会长？敢想才敢做啊。话音刚落，门外传来一阵轻微的脚步声，许飞直接跳窗而出。我随后整理了一下衣衫，扬声道：进来吧。门被推开，沁儿探头进来，小声说道：小姐，堂叔来了，就在东乡门口。哦，我一愣，那他怎么不进来？他说不想遇见姑爷，故而在外等候，请小姐出去相见。我恍然，随即点头。好，我马上去。我坐在梳妆台前，对着铜镜缓缓梳理发髻，指尖摩挲着一只镶嵌宝石的簪子，思绪渐渐飘远。这一世，我早已不是那个任人摆布的棋子，每一步都经过精心设计，只为将那些曾经伤害过我的人彻底碾碎。走出东乡院，远远的便看到堂叔背着手而站，神色凝重，似乎在思索什么重要的事情。听到脚步声，他的目光复杂的看着我。秦小姐，堂叔开口，声音低沉，但有些事还需要你的帮助。堂叔请讲。堂叔面露难色，支支吾吾道：先前那1000两已经用完了，可……我故作恍然，早就知道那1000两不过是杯水车薪，根本救不了墨家。随即我拔下头上的宝石簪子，递给堂叔。我只有这个了，先拿给堂叔应急吧。堂叔有些不好意思接，我硬是塞进他的手里。堂叔别说了，等我求老祖母解封了嫁妆，一切自会迎刃而解的。随即院子里传来了林雨嫣和莫世明嬉笑的声音，格外刺耳。堂叔一愣，这时我轻声叹息，世明哥在教雨嫣妹妹学写字呢，他们2人向来兄妹情深，嬉笑惯了，堂叔别介意。
唐叔顿时无语，冲着院子里冷哼一声，便拂袖而去。唐叔离开后，我站在原地，目光落在他背影消失的方向，嘴角勾起一抹意味深长的笑意。这个莫世明啊，真是帮了我一个大忙了。回到房中，我唤来沁儿，低声嘱咐道：沁儿，从现在开始，你要盯紧莫世明和林雨嫣，外界的消息绝不能传到这东厢院里。可是这东厢院里的消息必须传到外面去。沁儿点头应下，轻手轻脚地退了出去。黄昏时分，我到西厢见了莫修阳。莫修阳一见到我就焦急说道：一连几日运作，商户们已经开始联合针对莫家的生意，得知莫家可能易主，都想趁机占便宜。而老祖母似乎也察觉到了什么，派人送消息去商会，但已被我拦截。哦，我挑眉一笑，看来他终于坐不住了，不过为时晚矣。莫修阳点着头，再次问道：那我们现在要做什么？继续观望吗？我摇了摇头，眼中闪过一丝冷意，说道：不是时候推最后一把了。你在商会放出一些消息，就说莫家已经乱了，连账本都被唐叔私自扣下了。至于老祖母……说到这里，我顿了顿，语气变得更加阴沉。就让他以为这一切都是唐叔的阴谋吧。莫修阳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随即又问道：那莫世明呢？我听闻他和林雨嫣终日厮混，已经不怎么出东厢院了。看着莫修阳，我忍不住笑道：看来二弟也有自己的眼线啊，这么快就收到东厢的消息了吗？莫修阳一愣，不禁有些心虚，支支吾吾道：我是担心长嫂你……我知道莫修阳的本事，他绝不是表面看上去那么简单。上一世的确是我忽略了他，不过无妨，我不介意他的城府和算计，如此才是商人。放心吧。我随即冷笑：哼，莫世明他快活不了多久了。莫修阳顿时松了一口气，笑道：那我算是白担心了。不过我收到消息说你的嫁妆已经是空箱了，莫家不过是垂死挣扎，几家店铺都出现了周转问题，债主恐怕很快就会杀到莫家了。我想了想，你设法稳住唐叔和债主，让他们在大婚当日前来讨债，要老祖母当众开箱。当众开箱？莫修阳不解，那祖母岂不是瞬间就解了所有的危机？我只是淡淡一笑：二弟多虑了，如今商户们早已盯上了莫家这块肥肉，就算祖母再怎么努力，也无法扭转乾坤。莫修阳皱眉思索片刻，最终点了点头。好。很快，京城商会乱成了一团，莫世明在莫家的一举一动都被传扬了出去。如此废物，怎堪家主重任？老祖母得到消息，把莫世明叫去房中狠狠痛骂，直接将林雨嫣关进了偏院。成婚之前，不许他踏出偏院一步。莫世明的逍遥日子彻底结束。夜晚，我端着一碗羹汤送到了莫世明的房间。莫世明愁眉不展，我则主动说道：这几日我也看出来了，世明哥是不是喜欢林妹妹啊？莫世明刚要解释，却被我立言阻止。世明哥可要想清楚了，要我还是要那林雨嫣？莫世明不敢开口说什么，只能选择沉默不语。我也没有继续追问，转身离开了莫世明的房间，又直接去了偏院。如今还差最后一步。偏院中一片荒凉，周围静的只剩下鸟叫声。林雨嫣躲在床榻上瑟瑟发抖，像极了当初我被关在柴房的模样。我将那件狐裘大氅盖在她身上，语重心长说道：妹妹，我已跟老祖母请示，等我和世明哥成亲之后，就送你回乡下，你别再回来了。林雨嫣顿住，错愕不已。你要撵我走？我轻声叹息，拿出一盒子银钱放在他床榻上。大局当前，世明哥还是决定放弃你了，那我也没什么好计较的了。这个你拿上，找个好人嫁了。秦若离！林雨嫣当即发疯朝我扑来，我赶紧后退，与她拉开距离。沁儿也出手抱住林雨嫣，阻挡她伤害我。你想撵我走？你做梦！林雨嫣怒不可遏，喊的声音都嘶哑了。世明哥爱的是我，他之所以娶你，不过是为了你的嫁妆。你少在这做主母梦了。我轻蔑一笑，不管为了什么，主母只能是我，绝不可能是你。我背后站的是秦家势力，你算什么东西，也配跟我争？林雨嫣无话可说，只是气得浑身着火。沁儿一把将她推倒在床上，我们俩就离开了偏院。很快，我与莫修阳有私情的事就在京都传开，但这个消息并未掀起什么波澜，却中了老祖母和莫世明的下怀。3个月时间转瞬即逝，莫府上下都在操办我和莫世明的婚事。大婚当日，叔伯兄弟们和债主一起闯入莫家，要求老祖母开箱求证。老祖母一开始是不愿意的，但我父亲突然从南方赶来，说是听说了嫁妆的事，要为我做主，亲自证明。当那20箱嫁妆当众打开的时候，老祖母和莫世明都傻眼了。箱子里本该放着无数金银财宝，却在此刻变成了石头。债主们疯了，开始在莫家到处搜索，
势不可当。那一天，所有的人都疯了。最终在祖母的库房里找到了所有嫁妆，一众叔伯便趁机拉老祖母下马，将莫世民和老祖母一起撵出了莫府。可就在唐叔以为自己胜利的时候，商会前来送信，新任商会会长是莫修阳。这个消息给了唐叔当头一棒。莫修阳以正统嫡系血脉顺利继任了家主之位。因为林雨嫣给莫世民吹了枕头风，打算要坐实了我和莫修阳的奸情，便偷偷将婚书上的名字修改成了莫修阳，而我则顺势嫁给莫修阳，成了莫家的当家主母。莫家在一夜之间还清了所有欠款，并得到我父亲和京都商会的大力支持。我父亲趁此机会在京城扎根，将我林家产业覆盖京都。而因为我当时一句戏言，竟一语成谶，莫修阳将家主之位让给我，从此莫府改为秦府，他算入赘替我打理生意。等我到偏院去看林雨嫣的时候，林雨嫣的尸体已经臭了，浑身上下布满了尸虫，啃得她面目全非，而她身上仍旧披着那件狐裘大氅。莫家商户卸下招牌，替换我秦家招牌的时候，叔伯兄弟都被家丁撵出了商户。当初这些人亲眼看着我被饿死，却无动于衷，我岂能放过他们？后来我听说那些叔伯兄弟找到了流落在外的老祖母和莫世民，没过几天，老祖母和莫世民的尸首就被发现暴尸荒野，连个盖尸的席子都没有，终被乌鸦啃食。待一切尘埃落定，我到莫修阳的房间，将离婚书送到了他的书案之上。如今大局已定，咱们的合作也结束了，你自由了。之前让你负责的那3家铺位地契给你，你还可以挂你莫家的招牌。莫修阳看着离婚书，没有任何表情。夫人这是嫌弃我是个残废吗？我轻叹一口气，哎，我只是不想你委曲求全，以你的才能，该一展拳脚才是。赘婿不适合你，我在东边给你置办了房产，你明天一早就搬走吧。我会放出消息，说咱们是假成亲，不坏你的名誉。说罢，我转身离开。上一世莫修阳跟我一样苦，这一世我希望他能脱离束缚，去寻找自己的天地，也算是报答他了。可就在我临门一脚的时候，一双臂膀猛地将我抱住，我愣了。你不是残废？莫修阳在我脑后暗笑，轻声说道：这一世我要为自己而活，夫人，你别想抛弃我。我直接失笑，原来到底是被这个莫修阳给算计了。你就甘心做个赘婿？莫修阳再次轻笑，得其如此，赘婿又如何？我忍不住笑了起来，并没有挣脱这个臂膀，